他本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轉世活佛，住着豪華宮殿，接受萬人供養，可是他卻散盡家財，選擇以流浪的方式修行。他的一生居无定所，不分教派，卻破除了自我，写出了藏传佛教的必读经典，成為19世紀西藏最具影響力的大師之一。今天呢，我們就來聽聽這位傳奇高僧巴楚仁波切的故事。在1808年，西藏東部的康區有一個叫扎西塔的地方，這個地方非常偏僻，而且全是高寒草原，一整年裡也就只有夏季能暖和幾天。巴楚仁波切呢，就出生在扎西塔的一間普通的帳篷裡。他出生的時候，帳篷裡是充滿了刺眼的白光，而且他剛生下來就自己盘腿坐着，像是打坐一樣。可這還不是最神奇的地方。幾天後，巴楚仁波切的舅舅在帳篷裡喝茶的時候，就突然聽到有人說：“舅舅，你最近身體還好嗎？”這聲音很稚嫩，但是語氣卻特別的老成。他舅舅四下張望，就發現帳篷裡也沒有其他人，只有還在襁褓中的巴楚仁波切在睜着大眼睛看着他。他的舅舅嚇壞了，心想這小外甥不會是什麼怪物吧？接着巴楚仁波切就說：“別怕，我不是魔鬼，我是個修行的人。”這事很快就傳開了。大家都說這孩子肯定不是一般人。果然沒過多久，當時的多智親仁波切就注意到了這個孩子，在經過一系列複雜的認證程序之後呢，就認定這個孩子是巴格活佛的轉世。這下可不得了，因為被認證為轉世靈童，就意味着可以直接繼承巴格活佛的府邸，接受成千上萬信徒的朝拜和供養，而且是終身制。這既然是活佛的轉世，那就必須得要接回去。於是小小的巴楚就被浩浩蕩蕩的隊伍接回了寺院，所以在他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就已經成為了這片土地上非常尊貴的人。他住進了寬敞的豪宅，有專門的管家伺候他的起居，也有最好的老師教他讀書。他有成群的牛羊，有大量信徒供養的茶葉和綢緞，甚至連他喝水的杯子都是鑲金嵌銀的。按照正常的发展，他应該會成為這一代的宗教領袖，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但是就在他20歲這一年，他卻做了一個讓人驚掉下巴的決定。有一天，巴楚仁波切就把管家和身邊的人都叫過來，大家還以為活佛這是要吩咐什麼任務呢。可是巴楚仁波切看着眼前的這些財富，看着豪華的府邸，就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然後說：“這些東西啊，全都是修行的累赘。”接着他把府邸裡所有的財產全都給分了，有些分給了寺院，有些分給了窮人。他還遣散了所有的僕人，關閉了府邸。總之，他所有的財產是一點也沒留。身邊的人看着他這些瘋狂的行為，就說：“仁波切，您不能這樣，這可都是歷代積累下來的家業，您這樣以後住哪裡呢？又靠什麼生活呢？”巴楚仁波切只是笑着說：“在這個虛幻的世界裡啊，高高在上的地位就是傲慢的溫床，只有低處的謙卑才是真正快樂的所在。”接着他脫下了華麗的長袍，換上了一件粗布衣服，然後拿了一個木碗，頭也不回的就離開了府邸。從這一刻起，西藏大地上就少了一位富貴的巴格活佛，多了一位傳奇的乞丐巴楚。他走出寺廟的第一步就是先要找一位師傅，但他找師傅的眼光呢，也是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樣。他遇到的第一位重要的上師叫牛古仁波切。这位大師也不住寺廟，而是住在半山腰的一個大坑裡。這地方是冬冷夏熱，也沒有任何的遮擋。巴楚仁波切找到他的時候，並沒有嫌棄環境惡劣，而是在這個坑的旁邊跟着這個師傅一起苦修。藏傳佛教有個入門的基本功叫加行，簡單的說就是通過磕頭和念經的方式來磨練心性，消除業障。一般情況下，修行人需要磕10萬個頭，算是圓滿的完成一遍。但是巴楚仁波切就在這個土坑的旁邊是整整修了25遍。儘管此時的他已經是公認的大學者了，但是在他的心裡啊，始終覺得還差點什麼。直到他遇到了另一位更加瘋狂的師傅欽哲仁波切。如果說前一位師傅是聖人，那這一位看着簡直就像個彪悍的獵人一樣。他留着長頭髮，穿着獵人的衣服，腰裡還別着刀，有時候還會隨身帶着一把獵槍。最讓人難以想象的是，他還喝酒吃肉。但是巴楚仁波切對他非常的敬重，因为他知道這位師傅是瘋智，這樣的人是不能用世俗的道德去衡量的。這有一天的下午，巴楚仁波切就聽說欽哲仁波切就在附近，就特別高興的去求法。可是他走到帳篷前，掀開門簾一看，欽哲仁波切是滿臉通紅，喝得醉醺醺的，
手裡還抓着一只剛烤好的鹿腿。這眼前的場面對於一個严守戒律的出家人來說，衝擊力實在是太大了。巴楚仁波切虽然没說什麼，但他心裡一瞬間就產生了一個念頭，他就想，哪怕是大成就者，又是殺生又是喝酒的，這樣破戒是不是也有點過了呢？就在這個念頭剛剛出現的時候，原本醉醺醺的欽哲仁波切突然就瞪大了眼睛，跳起來衝到巴楚的面前，一把就抓住了巴楚的頭髮，然後欽哲仁波切就把巴楚拖到了帳篷的外面，然後狠狠地摔在了地上。這還沒等巴楚反應過來呢，欽哲仁波切就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罵，你這只老狗，偽君子，你腦子裡裝的全都是一些骯髒的世俗念頭，你以為你修得很好嗎？你還在這評判我，你心裡的那個自我比喜馬拉雅山還要高。這一頓臭罵之後，巴楚非但沒有生氣，反而是充滿感激的看着欽哲仁波切。他知道師父是在用一種最極端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把他心裡保留的最後的那點體面給徹底粉碎掉。就是因為面子碎了，自我也就死了，所以佛性就活了過來。而欽哲仁波切罵完之後又變回了醉漢的樣子，然後嘿嘿一笑，轉身就又回帳篷裡喝酒吃肉去了。但是趴在地上的巴楚仁波切再也不是從前的那個巴楚了。從那天起，他給自己取了一個新名字，老狗，而這個名字也伴隨了他的一生。開悟之後的巴楚並沒有回去當那個高高在上的活佛，也沒有回寺院去接受信徒的供養。相反呢，他做了一件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事兒，就徹底的消失了。他混進了乞丐的群體裡，開始了他長達幾十年的流浪生涯。在這段流浪的路上啊，也發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這時候的巴楚呢，既是活佛轉世，也是大學者，所以他走到哪兒都有人供養。有一次他在一個叫壤堂的地方講經，講完之後就有一個老頭特別虔誠的拿出一塊馬蹄銀要供養給巴楚，但是巴楚不肯收，結果這老頭也是個倔脾氣，就把銀子往地上一扔，然後轉頭就跑了。巴楚看了一眼地上的銀子，搖搖頭站起來就走了。而在遠處呢，有個小偷就看到了老人拿出银子供養給巴楚，但是他並不知道巴楚沒有收，於是這個小偷就一路尾隨，想找個機會偷走银子。到了晚上，巴楚隨便找了塊草地就睡着了，這小偷就悄悄地摸過來翻巴楚衣服的口袋。就在这時候，巴楚突然就醒了，然後大喊一聲，你在我衣服裡摸什麼呢？這個小偷被抓了個現行，也是嚇懵了，就結結巴巴地說，那個老頭給你的銀子呢？快拿出來，我要銀子。巴楚聽完非但沒生氣，反而笑着說，你這人活得可真累，大半夜不睡覺，跑了這麼遠的路，就為了那塊破石頭嘛。那銀子就在白天我講課旁邊的草垛上，你快去拿吧。這小偷半信半疑的回去一看，那塊馬蹄銀還真的在草垛上，但是小偷此時的心態卻產生了很大的轉變，他拿着銀子跑回去，跪在巴楚的面前痛哭流涕地說，大師，我錯了，我被豬油蒙了心，還想要偷您的東西。巴楚就說，行了，別說這些虛的，你拿着這些錢去幫別人吧，以後也別再偷東西了。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寡婦與僕人的故事，那是他在果洛草原流浪的時候遇到了一個身世很慘的女人，她的丈夫剛剛被熊給咬死了，留下她和3個孩子，正準備去娘家投奔親戚。巴楚看他們可憐，就主動的走過去說，我也順路，咱們搭個伴兒吧，路上我也能幫幫你們。這女人根本不知道眼前這個髒兮兮的流浪漢就是大名鼎鼎的巴楚仁波切，只以為是個好心的乞丐。於是這一路上呢，巴楚就真的成了他們家的保姆。白天他幫着女人背孩子，晚上就把自己的羊皮襖脫下來給孩子蓋。討飯的時候他也跟着一起去，討來的食物先給孩子們吃。就這樣走了好多天，他們終於到了目的地。這地方有個大寺院，因為得知巴楚仁波切今天要來講經，所以成千上萬的人從四面八方趕過來，就為了見活佛一面。那個寡婦呢也挺激動，心想今天這麼幸運能見到活佛，我也要去求個保佑。他就跟身邊的這個流浪漢說，大哥，你看大家都要去聽活佛講經，咱們也去吧。巴楚笑了笑，就說你先去吧，我還有點事兒。說完他就朝着寺院的後面走過去。
過了一會兒，這個法會就開始了。那個寡婦帶着孩子擠在人群最後面，伸長了脖子往裡看。只見法場中間高高的法座上坐着一位威嚴的上師，雖然換了一身乾淨點的衣服，但是這寡婦看到這張臉的時候，心跳都差點停了。這不就是一路上那個幫我背孩子、幫我討飯的乞丐嗎？等法會結束後，信徒們排着長隊等着去接受活佛的摸頂賜福，寡婦也哆哆嗦嗦地帶着孩子排在隊伍裡。輪到他的時候，他跪在地上痛哭着說：“我是有眼不识泰山，竟然讓您給我當牛做馬，我有罪啊！”巴楚看到寡婦，扶起他說：“你也是眾生的一員，我幫你背孩子，这也是一種修行。”然後他就讓身邊的侍者把大家供養的酥油和奶酪拿出來送給這個寡婦。還有一次，巴楚仁波切流浪到了一個很大的寺院附近，正好趕上寺院裡的僧人在辯經，就是2個和尚互相問關於佛理的問題。那天有2個很有學問的僧人正在辯論呢，2人爭的是面紅耳赤，誰也不服誰。這時候乞丐模樣的巴楚就晃晃悠悠地走了過來，坐在旁邊的草地上聽他們辯論。这聽了一會兒呢，巴楚就笑了一聲。正在辯論的2個僧人看到後，就生氣地指着巴楚說：“你這個要飯的傻笑什麼呢？你能聽得懂我們在說什麼嗎？”巴楚聽到後就慢慢地站了起來，說：“我是聽不懂你們的那些大道理，但是我觉得你們說的都不對。”然後巴楚用幾句話就解開了他們的疑惑。2個僧人是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其中一個僧人就哆哆嗦嗦地問了一句：“難道您就是巴楚仁波切嗎？”這話音剛落，其他人還沒反應過來呢，巴楚就臉色一變，轉身就跑，一邊跑還一邊說：“我不是巴楚仁波切，我就是個老瘋子，你們可別來抓我。”然後就跑進樹林裡不見了。巴楚仁波切晚年的時候，因為名氣實在是太大了，信徒們就到處找他，想供養他，聽他講課。所以他經常是半夜偷偷的溜走，換一個地方繼續當無名乞丐。在這幾十年的流浪生活裡，雖然物質上非常的貧乏，但是他的腦子裡裝的是整個藏傳佛教最深奧、最核心的智慧。他在一個叫閻羅洞的陰冷山洞裡寫出了一本徹底改變了藏傳佛教歷史的書《普賢上師言教》，而這本書不僅成為了寧瑪派的必修法門，甚至成為了整個藏傳佛教信徒們的通俗教材。這本經典完全是以大白話的方式寫的，目的也是為了讓更多的普通人學習佛法。到了1887年，巴楚仁波切已經80歲了，雖然他的身體已經衰弱，但是精神狀態還是像個頑童一樣，還是喜歡住在簡單的環境裡。就在他圓寂的前幾天，似乎已經感知到自己大限將至，他就把自己僅有的幾本書、幾件破衣服，還有一個木碗，全部分給了身邊的弟子和窮人。他圓寂前對弟子們說：“我死以後，你們千萬不要保留我的屍體，也別給我修什麼靈塔，那都是累赘，就把我的遺體扔在山坡，餵禿鷲和野狗，讓我的身體最後再做一次布施，這才是對我最好的紀念。”藏曆的4月18日的清晨，巴楚仁波切吃了一點酸奶，喝了一口茶，然後整理了一下衣服，像平時打坐一樣的雙腿盤坐，輕輕地呼出了最後的一口氣。那一刻，天空中出現了巨大的光環，大地開出了不屬於這個季節的花朵，整個山谷都彌漫着一種奇異的香氣。故事講到這裡，巴楚仁波切的一生就畫上了句號。如果每天覺得生活太累了，不妨想一想，在遙遠的西藏高原上，曾經有一個乞丐穿着破衣服，手裡拿着木碗，笑着說：“放下就自由了。”最後感謝大家的收聽和收看，我們下期再見。